好，全部最终的尺寸都到手了。OK， 好，今天非常兴奋，就是我拿到所有 iPhone 12的模型机之外 ，OK， 那这个可能大家在市面上都有看到过，但是我还拿到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更难得，而且非常非常精准的，厂商用来开手机壳的模具。那这个所使用的就是苹果给手机厂商可用的3D 工程图所开模开出来的，厂商就是用这个模具拿来先制作他们现在将来要上市的 iPhone 12手机壳，所以以尺寸来说，这个模具当然是会比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这些模型机还要再精准一点。反正我们就这个来做个比对。那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看到的2个尺寸的差别，就是 5.4 寸跟 iPhone SE 尺寸的差别。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还有 6.7 寸这个跟现在的 6.5 寸比较起来，再来就是 6.1 寸跟现在的 6.1 寸比较起来，其实这个也是蛮有亮点的。好，那我们镜头就大致上换个角度，从上到下拍，这样大家可以比对的比较清楚。那我们就先换过去吧。OK， 好，那我们就这样一次摆出来。那这边所看到的 6.7 寸 iPhone 12 Pro Max。iPhone 12 Pro 5.4 寸的 iPhone 12，那这边有对照的尺寸 ，OK。好，那上面这个就是厂商用来制作手机壳的模具，那下面这边就是所谓的模型机。那尺寸来讲的话，它们算很类似啊，可是我还是会以这个模具为准，这是比较精准的。OK， 那这边我们有上一代所有的尺寸，6.5 寸、6.1寸，还有5.8寸。那我们等一下来做个比较。那这边当然还有最经典的 iPhone SE 第2代，那这个就是678 Plus 的尺寸，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做比较。OK，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5.4 寸的手感，这个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经典尺寸啊。其实我现在也是真的到手之后，我就觉得哇，手感真的是非常好。在这个模型机上面，它上面的刘海是有小一点，可是我不会以那个为准啊。我觉得这个毕竟还是模型机，整体的尺寸上呢，我们就先来和 5.8 寸的比好了，看一下这尺寸的差距。手感上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小那么一点点。那我本身手不算是非常大的人，所以这个尺寸真的是非常刚好。那这个模具来看，这个的手握感。好，那再来我们来比较大家最想看到的就是 iPhone SE 2先前的678的尺寸。就真的还是小了那么一点点，就算跟 5.8 寸的比较起来，看一下差距。OK， 5.4 寸、4.7 寸的萤幕，这个 5.8 寸的萤幕。不过在厚度上的话 ，SE 还是比较薄，那当然里面电池也比较小。那配的镜头也没那么好，可是手感上的话，我觉得算是可以蛮接近了，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整体的体积在正面的面积、手握感来讲还是小了一点。那 SE 的话，可能就是在侧面的时候，你能清楚的感觉到它真的薄很多。那这个就是当今 6.1 寸11还有 10R 的尺寸。11 Pro Max 的尺寸，感受一下它的差距。那这个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经典尺寸。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询问度最少的就是这个 6.1 寸。那其实在我实际比对之后，我觉得这个 6.1 寸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尺寸。那我们大致来看一下，这边所给的模具的 6.1 寸是 Pro的等级的，那再看它侧边这边，就有我们先前所传说会开的，可能是5G 天线或是什么作用的一个孔。好，那我们就来大致上看一下手感，跟当前的 6.1 寸比起来。那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用 6.1 寸的人，或是你先前想要 6.1 寸，可是觉得可能有点大，或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很可以考虑现在新的 6.1 寸，因为主要就是说，在它萤幕边框，先前的 6.1 寸是用的是 LCD 的萤幕。所以它的边框是比较厚的，
那现在新一代的12，它所使用的是 OLED 的萤幕，所以它边框会变窄，所以就是比较像先前的 Pro 等级的。那这也是我们所知道，据说是不管是在12 Max Plus 或者是12 Pro 的系列，他们两个用的萤幕都是一样，尺寸体积也会是一样，所以你等于就是多了一个选择。如果你不想付太多钱多个镜头的话，那实际尺寸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喜欢的。现在的6.1寸是比先前的6.1寸还要小，而且小的蛮明显的。你看它，我这样每一面去对齐之后，长跟宽都少得非常多，那这个在手感上面的体验很明显，所以你等于是拿到一个一模一样尺寸的萤幕，那它在色彩还有黑的部分都会更好，可是整体的体积又比较小，然后回到这种先前 iPhone 4、5的经典设计，所以如果今年的6.1寸的电池续航力还不错的，在我自己私人使用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6.1寸的尺寸。看一下黑色的。今年的6.1寸很多人都没有去提到，可我觉得大家现在看了这样的比例之后，我觉得值得去考虑一下哈。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在电池续航力尺寸啊，还有如果你想要多一颗镜头，至少又多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今年还不错的一个切入点。我们来比对一下跟先前的 Plus Model 比起来，所以你看这个 Plus Model 是5.5寸的萤幕，然后这个是6.1寸，整体手感上又比较小，尺寸又小得非常多。好，那我们现在跟先前的所谓的5.8寸比起来，你看它其实差距并不大。其实有蛮多人先前在抱怨，他们最喜欢 Pro 尺寸的5.8寸，他们说今年改了之后，他们就没有5.8寸的选择，就一定要上6.1寸。可你看这个，因为整体体积的缩小，它其实是几乎没有什么差距的，就是多了那么一丁点，几乎是一样。它侧面的宽度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小那么一点点。所以你先前就是很喜欢5.8寸这个尺寸，今年的6.1寸尺寸上几乎是一样，可你萤幕又比先前还要大，真的蛮能考虑的。侧面可能多个不到1公里，上面可能多了1.5公里到2公里，大家可以考虑。我觉得6.1寸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尺寸哦，尤其是先前很喜欢5.8寸的，不要就直接跳到5.4寸，因为我们知道这电池其实小很多，认真考虑一下这个6.1寸。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上6.7寸这个 Pro Max。那我们首先就是先来跟自己比一下，这个之间的差距其实就会更大，因为这个6.7寸其实又比先前的6.5寸大了一点。那这个相对6.1寸又比先前6.1寸小，那这个差距上就会更明显，感觉上差蛮多的，对不对？这样做比对，这样比较明显。OK， 这个6.7寸的模具，然后把先前的6.7寸放在下面，顶部的部分多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体成长的比例，从6.5寸到6.7寸，基本上这个多的比例就很像先前从5.8寸到现在的6.1寸。比例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先前本来就习惯使用这个6.5寸的人，就算跳到今年的6.7寸，我觉得整体上手感上的差别也不会太大，就是除了这个侧面设计之外，长的幅度其实还蛮能接受的，真的不会多太多。那侧面的宽度的话，几乎是没有改变。但是因为边框变窄，相对你整个萤幕的比例上就会大了那么一点，可我觉得视觉感上面可能就是不会真的差那么多。那最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年的电池会比较小，就是因为在重量上，希望跟前一代可以做个平衡。重量上的话，应该也不用担心会差太多，因为11 Pro Max 其实就已经蛮重的。OK， 所以今天展示的所有尺寸啊，就像我先前自己，其实我6代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尺寸 ，iPhone 6，然后后来到 iPhone 7的时候才生成7 Plus 的尺寸，然后再来就到10的尺寸5.8寸。那这尺寸我其实是也蛮喜欢的，但是就是电池量我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到11的时候我就跳到了11 Pro Max 的尺寸。今年到12，我觉得是有点难选。那虽然我先前就说过我会开箱的就是5.4寸还有6.7寸，可是现在我自己真的去比对过它整个尺寸的比例之后，那其实我自己个人私心最倾向的是6.1寸。那虽然我还是会买这一台，可是就是6.1寸，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要看它的续航力。那我先前没有买11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测试嘛，然后为了更好的续航力，那我可能就要买到 Pro 测试那个超广角的镜头。那如果今年到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6.1寸的 Pro 续航力也还不错，然后在镜头上面也跟 Pro Max 没有差别的话，
那测试我就也蛮想买6.1寸的这一款来测试，因为这个手感基本上比11又再更好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尺寸。那11的尺寸也是我先前觉得最好的尺寸，但又跟我先前很喜欢的尺寸5.8寸差异非常的小，所以我等于可以拿到6.1寸，然后又回到先前5.8寸的手感。其实另外一个我最喜欢的当然也就是 SE 的手感，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就还是会有一点明显的差距啦，就还是多了那么一点。那这个当然就是看你个人，你一定要选择续航力啊，还有平常看影片的时候要大一点的萤幕，还是你就单纯想要小一点的手机，方便携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那5.4寸这个蛮经典的尺寸会很适合你，但就是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它的续航力。好，那今天大致上就是做这样的比较。那可能有人会想要看先前的 SE 第一代的尺寸跟这个比，所以在我会拍一支5.4寸的12对比 SE 第二代，还有 SE 的第一代，然后那3支尺寸来相比。所以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帮忙按个赞，然后分享。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OK， 那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